今天我们来聊聊咖啡。那这个许多人每天不离手的提神饮料，究竟暗藏哪些健康密码？有没有可能平日一杯看似养生的咖啡，如果喝错方式，反而对健康造成伤害？最近一位名医提醒大家，咖啡的确有预防糖尿病、降低失智风险等好处，但千万不要在喝咖啡时同时食用某些东西，否则不但保健效果荡然无存，还可能引来癌症、肝炎等严重威胁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吓了一跳？咖啡不是防癌又护肝的好东西吗？怎么反而会致癌伤肝？别急，让我们一步步揭开咖啡的双面性质，以及正确喝咖啡的学问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喝咖啡绝对不能一起吃的3种食物。避开这3类食物是确保咖啡健康益处的重要第一步。第一种，高铁质食物。很多人早餐喜欢来杯咖啡配营养满分的食物，例如深色叶菜、动物肝脏等富含铁质的餐点。然而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当铁质丰富的食物遇上咖啡，体内铁的吸收率会大幅下降。咖啡中的多酚，如单宁酸和咖啡因会和铁离子抱在一起，使得铁无法被肠道吸收。长期下来，铁质摄取不足会导致缺铁性贫血，让人出现头晕、疲倦、脸色苍白等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再营养的菠菜、猪肝、黑木耳，如果和咖啡一起入口，其中的铁恐怕大打折扣，身体制造红血球的原料跟着减少。特别是对女性或素食者而言，本来就容易缺铁，更要避免咖啡配高铁餐。建议将咖啡与正餐错开至少1至2小时，让铁有机会充分吸收后，再慢慢啜饮咖啡。这样既不影响营养吸收，又能享受咖啡提神，一举两得。第二种，酒精类饮品。有些人喜欢在餐后来杯烈酒，或者在派对上同时喝咖啡调酒，如爱尔兰咖啡。但咖啡遇上酒精，其实是对身体相当不好的组合。一方面，酒精会抑制中枢神经，使人反应迟钝。另一方面，咖啡因则强力刺激神经，加速心跳和血液循环。当两者同时进入体内，就像一脚踩油门，一脚踩刹车，容易让身体产生混乱。我们可能一时觉得喝酒不醉了，因为咖啡让大脑误以为清醒，但其实酒精仍在体内大量累积，结果就是不知不觉喝下更多酒，超出身体负荷。更可怕的是，肝脏此时得同时分解酒精和咖啡因2种物质，解毒酵素被干扰，酒精代谢反而变慢。长期下来，肝脏细胞饱受酒精毒性侵袭，可能诱发肝脏发炎，增加脂肪肝甚至酒精性肝炎的风险。想象一下，隔天宿醉醒来，本已口干舌燥，心跳加速。如果前一晚你不停咖啡混酒精，身体经历的折磨将加倍。医生警告，千万别一边喝咖啡一边喝酒。若真的喝了酒提不起劲，宁可休息，千万别企图靠咖啡续命。特别是常抽烟又爱咖啡的人要注意。研究指出，抽烟配咖啡会使食道癌风险暴增4到5倍，对食道黏膜的刺激与伤害是成倍数增加的。所以，为了您的肝和食道，咖啡绝不能与酒精并饮，更不要拿咖啡当醒酒汤，远离烟酒咖啡3混的致癌组合。第3种，茶。很多人可能想不到，茶也在咖啡的禁忌清单上。咖啡和茶都是富含咖啡因或其他兴奋剂的饮品，如果同时喝下，等于给神经系统双倍刺激。短时间内，你的大脑会被轰炸得异常兴奋，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，可能出现心悸、坐立不安的感觉。尤其对咖啡因敏感或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来说，更是隐藏风险。不仅如此，咖啡配茶还可能严重影响睡眠。有些人早上嫌咖啡不够提神，加杯浓茶加码，结果白天亢奋一时爽，晚上失眠脑子亮，到头来伤害身心。前阵子网络上还流行一种绿茶咖啡减肥法，号称将绿茶和黑咖啡1比1混合饮用，可以提高新陈代谢，抑制饭后血糖飙升。听起来很诱人吧？但医生摇头啦，这种喝法对多数人而言非常不舒服。由于绿茶和咖啡因双重刺激，有人尝试后出现严重的心悸、手抖，甚至因压力荷尔蒙升高导致体重不减反增。没错，本想靠咖啡加茶减肥，结果反而因睡眠变差，
食欲紊乱而胖了。由此可见，两种高刺激饮料不宜相加，想提神选一种就好，贪多绝对肠道副作用。总而言之，喝咖啡时遇到这3类相克食物，一定绕道走，避开了禁忌雷区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咖啡带来的种种好处。说到咖啡的好处，相信很多爱好者都能列举一二。确实，咖啡可以说是天然的健康神器之一。适量饮用纯咖啡，有研究显示能降低多种疾病风险，包括第2型糖尿病、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等失智疾病，甚至某些癌症和肝病。咖啡富含的抗氧化物质，尤其是绿原酸，能对抗体内自由基，有助于防癌抗老。根据流行病学调查，经常喝咖啡的人罹患肝癌的几率约降低40%，每天喝上4杯以上，甚至被观察到肝硬化风险下降约80%，是不是很惊人？咖啡对肝脏的保护作用已获得不少科学数据支持。另外，咖啡因可以提升代谢率，帮助燃烧脂肪，所以很多人在运动前也喜欢来一杯黑咖啡提升表现。还有，咖啡因能刺激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因此适量咖啡有助提振情绪，对抗忧郁。每天3到4杯咖啡的人，罹患忧郁症和自杀的风险据报告明显降低。听起来咖啡简直是无所不能的健康饮料，不喝就亏大了。但强调一次，这些好处的前提是正确、适度的饮用咖啡。如果咖啡喝错了，例如加了过多不该加的东西，或毫无节制的乱喝，那么咖啡可能从天使变恶魔，让原本的好处变成坏处。幸好专家也指出，只要掌握几个原则，咖啡的优点可以最大化，副作用则最小化。接下来我们就揭晓名医力荐的几个正确喝咖啡的小秘诀。在公布秘诀之前，先插播一个加分技巧，除了避开前面提到的 NG 搭配，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咖啡加遗物的组合，让咖啡更健康。这个神秘加料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纯可可粉。也许你会疑惑，刚刚不是说咖啡别配巧克力吗？这里要区分一下，平常咖啡配的巧克力点心往往含有大量糖分和奶油，还可能因咖啡因叠加导致摄入过量。但纯天然的可可粉不加糖，适量添加在黑咖啡里，反而能带来额外的抗氧化效果。营养专家指出，黑咖啡加上 100% 纯可可粉，坊间称为黑加黑，可以提供可可多酚等大量植化素，抗氧化及抗发炎效果加成，对心血管和肝脏都有益处。我们都知道，肝脏怕的就是发炎和氧化伤害，咖啡本身就含有绿原酸等抗氧化物，而可可是富含黄烷醇、多酚的明星食材，两者合体，一杯可可咖啡就摇身变成保肝护心的抗发炎饮料。有无毒教母之称的谭敦慈老师就透露，他每天都喝一杯加了纯可可的黑咖啡，并强调这种喝法除了对心脏、肝脏好，还有助于稳定血糖、降低坏胆固醇，甚至据说连防晒美容的效果都兼顾了。当然，可可粉也要适量，过量摄取咖啡因总量还是会超标。同时建议使用不含糖的纯可可粉或高纯度黑巧克力来搭配咖啡，才能确保获得多酚而非额外的糖分和热量。如果喜欢变化，有时也可以在咖啡里加一小撮肉桂粉提升风味。肉桂也具有抗氧化含降血脂作用，为咖啡增添香气的同时多一分健康。但请记住，再好的咖啡加料，一天喝的总量也不宜过多。稍后我们会谈到适量的定义。总之，下次当你端起黑咖啡，不妨试试加点可可粉，让这杯晨间饮料摇身一变，成为护肝抗发炎的神队友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名医教你的5招正确喝咖啡方法。这5个原则能让你充分享受咖啡好处，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。1. 尽量喝纯咖啡，少加糖和人工奶精。很多人喝不惯咖啡的苦味，喜欢加糖、奶精球或鲜奶油调味，但这些额外添加其实会削弱咖啡原有的健康优势。糖分会带来热量和血糖负担，长期大量摄取还可能导致肥胖、糖尿病等问题。而植脂末奶精含有反式脂肪含添加物，对心血管极为不利。刘伯仁医师特别提醒，市售的3合1即溶咖啡更是暗藏健康陷阱。他曾遇过一位病人，本来身体状况不错，
结果1年后回诊发现总胆固醇从不到200猛升到超过260，仔细一问才知道，这位病人那一年每天早上都喝2包3合1咖啡，糖和反式脂肪酸每天灌进身体，胆固醇怎能不飙升？因此，如果想喝咖啡又顾健康，最好选择黑咖啡或只加一点点低脂牛奶，少糖或无糖的拿铁、亚麻、人奶等植物奶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但切记不要加奶精球。用天然的牛奶取代人工奶精，虽然口感稍有不同，但对健康友善太多了。如果实在需要甜味，可以适量使用天然代糖，如赤藻糖醇或1小时蜂蜜调味，但也应愈少愈好。总之，让咖啡保持纯粹，才能确保咖啡里的抗氧化物质发挥作用，不被额外的糖分和劣质油脂抵消。2. 使用新鲜咖啡豆，现磨现煮。一杯咖啡的好坏，原料很关键。如果你追求咖啡的保健功效，建议尽量购买新鲜烘焙的咖啡豆，自己研磨后冲泡。这是因为咖啡豆一旦磨成粉，芳香物质和多酚抗氧化物会随时间迅速流失，并且更容易受潮、氧化。现磨咖啡不仅风味最佳，其中绿原酸等营养成分的含量也较高。反之，已经磨好久放的咖啡粉，不但香气走味，营养价值也降低。如果您使用挂耳包或即溶咖啡粉，记得储存时要密封，防潮，开封后尽快用完，避免放太久产生霉菌毒素。没错，咖啡豆或咖啡粉放置过久，特别是在潮湿环境中，可能滋生一种叫赭曲毒素的黄曲霉毒素，喝进体内会伤害肝肾健康，所以咖啡要新鲜才安心。另外，冲泡咖啡的方法也有讲究，最好现冲现喝，不要煮一大壶，放整天反复加热。长时间保温或反复加热的咖啡，苦涩味增加，抗氧化物质进一步被破坏，还可能产生对身体不利的化合物。想象一下，一杯咖啡放到凉透再加热，就像反复油炸的剩油，那滋味和健康度都大打折扣。因此，一次冲一杯的量，趁新鲜热地喝完，是享用咖啡的黄金原则。3. 选择浅烘焙或中烘焙咖啡豆。很多人偏好深烘焙咖啡豆，那种浓郁苦香，但从健康角度来看，烘焙程度浅一点比较好。原因有2个，其一，浅烘焙的咖啡豆保留了更多原始的绿原酸等抗氧化成分，重度烘焙则因高温时间长，抗氧化物质大量被破坏。其二，深烘焙过程中会产生较多丙烯酰胺等疑似致癌物。丙烯酰胺是一种在高温烘烤或油炸中形成的化学物质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可能致癌物。咖啡烘焙越深，颜色越深，其中丙烯酰胺含量通常也较高。因此，为了健康着想，每天喝的咖啡最好以浅烘或中烘豆为主，减少摄入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。同时，浅烘咖啡因含量通常稍高于深烘，深烘焙时间长，部分咖啡因也被分解，提神效果也更好。一些讲究养生的专家平时只选浅烘焙咖啡豆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量。当然，偶尔喝一杯深烘 espresso 不用太紧张，只是天天喝的习惯上能浅则浅，尽量避免把咖啡烘得焦黑再入口。4. 注意喝咖啡的时间和剂量，什么时候喝，喝多少，决定了咖啡对你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。首先，早上起床后不要立刻灌咖啡。许多人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煮咖啡提神，但其实人体在清晨刚醒来时，体内皮质醇浓度本来就很高，这种压力荷尔蒙会让人清醒。如果这时马上喝咖啡，等于在已经高昂的皮质醇基础上再推一把，可能造成过度刺激，出现心悸手抖，几个小时后反而特别疲倦。更聪明的做法是先吃点早餐，或等1小时后再喝咖啡，让身体有时间自然苏醒，咖啡因再来接棒提神，效果会更平稳持久。再来，下午过后尽量别碰含咖啡因饮料。成人体内咖啡因的半衰期约为4到6小时，也就是说，下午3、4点喝的咖啡，到了晚上至少还有一半咖啡因在体内作用。若是对咖啡因代谢较慢的人，影响时间更长。很多人自认喝了咖啡也能入睡，但其实睡眠深度和品质会被干扰，可能整夜脑波都处于浅眠状态，隔天精神不济却不自知。长期睡眠不足又会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。
等于咖啡的益处还没完全享受到，坏处已经悄悄发生。因此，专家建议中午过后就节制咖啡因。如果真的下午犯困，不妨改小盹10分钟，或喝无咖啡因咖啡、花草茶过瘾。除了时间，一天咖啡的总量也很重要。再好的东西，过量都是问题。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不超过400毫克 ，roughly 相当于3到4杯8盎司的咖啡。超过这个量，咖啡的边际效益不升反降，副作用明显增加。刘伯仁医师指出，每天2杯左右咖啡其实就足以享受预防疾病的效果。例如，一些研究发现，每天至少 2.5 杯咖啡可能有助降低癌症风险，但并不需要狂灌到5-6杯，把自己搞得心神不宁。适量的范围，是个体质也略有不同。建议从每天1杯开始观察自己的状态，再逐渐增减到觉得提神效果明显且没有失眠、心悸等不适的最适量。另外，有几类人特别需要严格限制或避免咖啡因，例如孕妇、哺乳中的妈妈、少年儿童、有心脏病或严重胃溃疡的人等等。孕妇摄入过多，咖啡因可能增加流产风险。孩童和青少年对咖啡因的敏感度更高，容易影响发育，所以这些族群最好敬而远之。如果你属于容易焦虑紧张或胃食道逆流的体质，也要控制咖啡用量，以免雪上加霜。一句话，总量适度，时间得当，咖啡才能成为你的健康帮手，而不是干扰。5. 别忘了饮水，并留意咖啡的品质。这里有2个小提示，很多人容易忽略。一是喝咖啡的同时要记得补充水分。2是挑选可靠来源的咖啡。首先，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，喝完咖啡后常常跑厕所，这可能导致轻微脱水。因此，每喝1杯咖啡，最好搭配等量的白开水，避免身体缺水。尤其天气炎热或大量流汗时，更要多补水，不要以咖啡代替水分。至于咖啡品质，则关系到您入口的每1杯咖啡是不是干净无污染。现在市面上咖啡来源众多，从便利商店、大型连锁到精品咖啡都有，尽量选择口碑佳、烘焙新鲜的品牌或店家购买咖啡豆。品质好的咖啡豆较少农药残留和霉菌毒素问题，加工过程也更讲究。不新鲜或不干净的豆子，不但风味差，长期饮用可能把不必要的有害物质喝下肚。另外，一些特殊调制的咖啡饮品也需留神，例如市面上某些号称减肥或养生的酵素咖啡、柠檬咖啡特调等，如果添加成分不明、糖分过高，反而可能对健康有害。曾有报道指出，有些奇怪配方的减肥咖啡中非法添加西药，喝了短期变瘦，但损害心脏、肝脏。所以喝咖啡求健康，还是以纯粹天然为原则，别乱尝试来路不明的特调秘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整理出的咖啡正确喝法指南。总结来说，咖啡绝对可以是养生好伙伴，只要我们避开错误搭配，适度饮用。回想一下，过去我们常听到2种极端说法，一派把咖啡捧为防癌灵药，另一派警告咖啡有致癌风险。其实这并不矛盾，关键就在于怎么喝和什么一起喝。当我们按照专家建议，喝纯粹的黑咖啡或健康搭配一点可可，控制每日摄取量并选对时间，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质就会默默地帮助我们降低发炎，保护肝脏、大脑和心血管。我们可以神清气爽地开始一天，长期下来还可能因此降低某些慢性病风险。相反地，如果我们天天含着奶精和糖喝咖啡，甚至抽着烟配着酒来一杯，那咖啡反而会变成健康隐忧、睡不着、胃发炎、胆固醇飙高、肝也受损，种种问题找上门。到头来责怪咖啡不好，其实冤枉，错的是不当的饮用方式。希望看完这篇，你已经掌握正确喝咖啡的诀窍。现在就让我们怀着感激之心，享受手中这杯芳香四溢的咖啡吧，既避免了禁忌地雷，又加强了保健功效。每天用对方式喝咖啡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收获健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最后提醒一句，咖啡虽好，可不要贪杯哦。祝各位都能成为聪明的咖啡爱好者，享受咖啡带来的美好，同时为自己的健康加分。